截至目前，游戏中可使用的终止人格有6位，共有24个技能，而其中的15个都是极度技能。不仅全员的手背都是极度属性，还有着根据极度共鸣来增强的机制。了解终止相关剧情的朋友们都知道，终止这个组织主题明面上围绕着复仇和给家人复仇，为什么会这么明显的给他们安排极度属性而不是其他呢？在心理学中，极度常见的有良性极度和恶性极度。所谓的良性极度是看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之后产生的向往，并把这种差距转化成提高自己的动力。显然这并不符合终止的表现，这更像是小唐对于收尾人的憧憬。而恶性极度则是相反的方向，当一个人看到别人拥有自己欠缺的才能、地位、财富或者幸福时，差距带来的痛苦会与针对敌方的敌意联系起来，于是主体开始希望对方失去那项优势。康德在《道德形而上学》中将极度定义为看到他人的幸福而感到痛苦，尽管自己的幸福并没有被损害。也就是说，极度者的行动完全无法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来理解，因为他关心的还有他人过得怎么样。甚至极度者可以接受自身利益受损，只要邻人同时遭受更大的不幸。在边狱巴士的第5章，终止里卡多因为理发券被西斯偷走了，要处决巴士的所有人，其关心的重心由自身损失了多少利益转向对方失去了多少利益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极度总是可以持续很久，导致终止就像战锤里的矮人一样记仇。只要比较持续存在，新的差距仍然可以重新点燃它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曾经指出，人更容易嫉妒那些某方面与自己接近的人。如果某个人与自己的距离过于遥远时，双方之间缺乏现实的竞争尺度，嫉妒反而较难成立。真正容易引发嫉妒的对象，往往是与自己原本处在相近位置的人，因为主体能够自然地产生我也可能获得这样的判断。被赶到蜘蛛巢的马蒂亚斯可以说是嫉妒在个人层面的完美例证。在探索遗迹找到遗物的时候，他杀死了他的大哥和大姐，独占了宝剑。尽管他的实力离发挥莱万汀的完整力量还有很大差距，但他毫不在意。对他本人而言，拥有已具有决定性的价值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巴士的罪孽属性直接使用了天使教教理中的7罪宗，也就是英文中的 envy。同样能表示嫉妒的另一个词 jealousies 不同， jealousies 围绕已经拥有的对象展开，典型情况就是担心恋人被第三者夺走，主体面对的是现有关系可能失去的风险。envy 则围绕自己尚未拥有，另一个人却已经拥有的东西展开。例如马蒂亚斯抢爱的莱万汀，由此产生的痛苦来自自己一方的欠缺。搞清楚以上这些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，终止的复仇逻辑就很清晰了。他们希望削减对方的名誉和荣誉，直到压在自己头上的阴影消失。终止复仇的终点就是能够消除嫉妒带来的相对差值，而如何能够量化这个值，就是我们下期视频的主题。终止的关键道具复仇之书，以及终止是如何将嫉妒、复仇、正义3者统一起来的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